我诸葛亮字孔明，号卧龙。今天我正在午睡，一睁眼看见了一个大耳垂肩的家伙站在我的床前，吓了我一跳。后来此人掏出名片，名片上的头衔写着汉左将军、宜城亭侯、豫州牧、刘备刘玄德。但唯一引起我注意的，则是名片背面的4个大字：大汉皇叔。在这个时代，自报家门的时候报出所有职称的，一是骗子，二是没有实力的骗子。而这位刘皇叔则不然，他单纯是没实力。此次前来是想请我去他那里工作，他和我畅谈了他光复汉室的雄心壮志，所有人马都已配齐，就差我这么一个军师了。这就好像有人打电话说他今晚请吃火锅，告诉你就差2份毛肚了，来的时候带上就行。实际上你的这个朋友只准备了一个锅而已，甚至连电磁炉都有可能是别人的。但是我还是选择了跟随刘备，因为雪中送炭好过于锦上添花。刚来刘备军中的时候，关张2位将军对于我这个空降来的年仅26岁的策划总监意见很大，同时曹操的人马也朝我们开了过来。大哥，凭什么我和二哥要听他指挥？就因为 PPT 做得好，我肯定不服气。2弟3弟，实习生不是便宜吗？而且这次咱们不也没辙了吗？他弄好了是大伙的共同努力，没弄明白锅他自己背。主公安抚了关张2位将军之后，依照我的计划开始行动了。由于系统的强制行为，我也参加了此次军事行动。我的计策不出意外的成功了，在博望坡痛击了夏侯惇。此战获胜之后，关张2位将军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改观。但是曹操没有因为这次失利而停下攻打荆州的脚步，刘琮带领的半个荆州已经投降了曹操。我们现在眼下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将对面的东吴寻求合作。正好我也想见一见有着歇后语鬼才之称的周瑜都督，我准备只身一人前往江东进行谈判。孔明啊，你让财务买的那个商务座，我给你换了个2等座，路途遥远，商务座太冷清，我担心你会害怕。还有，男孩子一个人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哈。多谢主公想得这么细心，那我就出发了。对了，咱们出差餐饮补助是每天60，别花超了，记得开发票哈。就这样，我在卢子敬的带领下到达了江东，面见了东吴的一系列大佬。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游戏公司把我舌战群儒的戏给删了。我原本准备了15套 battle 用的 freestyle 歌词也没能用上。长话短说，就是东吴这里对于联合抗曹分为2个派系，一是投降派，另一个是主战派。很庆幸都督周瑜是主战派。主公，抗曹这件事儿可不是本人打黄盖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就算我们投降，曹操依然不会放过你的，到时候那可就是关公走麦城，一无所有了。不如咱们成败就在此一举，省得今后的麻烦好像主公打合肥没完没了了。看着眼前的周郎用歇后语疯狂的剧透，我知道这场战役之后他可能就要领盒饭了。打黄盖、连环船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做完之后，大战开始了。我潜行到了曹操的身边。咦，曹公，你看水里有个美人鱼少妇。哪儿呢哪儿呢？哼哼，骗你的。诸葛村夫，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厚颜无耻之人。哦，这句话好霸气啊！拿本子记上，用我的聪明才智打退了曹操。接着我们又攻下了荆州的南部4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攻打零陵的时候，我遭遇了继潘凤之后第2位无双神将邢道荣，我迫不得已使用了魔法。战斗结束后，过江之王卢子敬找到了我。亮子，你说借点荆州地方什么意思呀？击退曹操之后，我们分到荆州的地方实在太小了，用起来很不舒服，借你们的用一下，回头我打完1周就还给你们。若我食言，我下半辈子坐轮椅打仗。成吧，你都发这么毒的誓了，那就这么着吧。我刚才为什么就这么同意了呢？怎么总感觉被人蒙了呢？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攻益州了。庞士元不幸战死，打完益州没多久，我们又攻下了汉中，赶走了曹操。我觉得主公是时候往前再迈一步了。主公，现在是时候了，赶快称王吧。咦，军师，你也爱吃甲鱼啊？俺也一样。军师，回头再烧点生蚝回来。主公，我说的是可以称汉中王了。行吧，抓紧称王吧。称完王咱们赶紧称王吧，晚了水厂市场就要下班了。吃过王八之后，不是，主公称王之后没多久，法正的盒饭也到了。法正下线之后，关将军也在麦城战死了。没想到张飞将军也因为酒后军营暴力被手下给害死了，同时害死他的2个手下也逃往了东吴。主公大怒，一声令下，率领70万大军征讨东吴，为兄弟报仇。可是主公已经被怒火冲昏了头脑，对战术没有任何考虑，所有随行将领的意见都被主公的一句"难道朕不知兵吗"给怼了回来。结果就是陆逊的一把火把什么都给烧没了。在白帝城里，我见到了盒饭已经在微波炉里的主公。孔明啊，以后就交给你了，我那个儿子你就看着办吧。老4啊，主公还请叫我子龙。如果阿斗实在不听话，那就送去书院吧。
最后上香啊，你还记得我之前说要给你买的那个包吗？我已经买了，我把它放在了。放哪儿了？你快说啊，玄德！玄德，放在哪儿了呀？就这样，一代枭雄刘玄德也走了。今后我和蜀汉的命运将何去何从？谁知道呢？我是诸葛孔明，再见。